就因为老婆从豪车上下来，表妹便认定他被人当情人包养，父亲更是不分青红皂白，当街就给了他2巴掌。咦，过去的事情就别想了，你看你这眼圈又红了。哎，微微，你也知道，自从那年你姨父和那个小三跑了后，我就一个人带着菲菲，这么多年也算是熬过来了。我是没什么了，只要菲菲以后找个好男人嫁了就行。倒是你最近怎么样？听你妈说，诺诺生了一场大病，欠了不少钱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就算我帮不了什么忙，最起码也该去看望一下。唐仲威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，当初诺诺生病的时候，和家里关系正紧张呢，哪敢再跟别人说。至于自己的日子，他自认过得还挺好的。我还行吧，最近姐，你还在菜市场卖水果呢，生意咋样？一个月赚几万啊？菲菲，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微微，你别介意，这妮子从小没人管。没事，菲菲又没说错什么，水果生意挺好的，一个月能赚不少钱。我看你这身衣服好像是大牌子啊，得不少钱吧？宋雨欣也跟着看了看道，这衣服看起来倒挺细致的，啥牌子啊？1线品牌，说了你也没听过，我看看网上能不能搜到。谭菲菲说着，拿出手机给唐仲威拍了一张，没多久，他便搜到了结果。我的天，3万多呢！他的惊呼声有点夸张，但也不完全是假的，部分是的确被这个价格吓到了。你看错了吧？微微怎么可能买几万块一件的衣服？在宋雨欣看来，唐仲威的衣服最贵1800块了不起了。这个外甥女的经济条件她还是知道的，不比自己强多少。旗舰店搜到的，怎么可能看错？你看是不是一样的？宋雨欣看了一眼，也立刻惊讶万分。她看向唐仲威，然后便想起来饭店门口的豪车。难道说外甥女真的？微微，你这该不会是买的什么高仿吧？我跟你说，就算仿得像，万一被看出来，还是会丢人的。谭菲菲却呵呵一笑道，怎么可能是高仿的？就这做工，哪怕高仿，价格也得上万。姐，看来你的水果生意真挺赚钱啊，能不能也教教我啊？不但可以赚钱，还能拓展人脉。妈，你说是不是？唐仲威自己也看出谭菲菲是故意的，心里多少有些不高兴，只是当着小姨的面不好多说，便道，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，都是我老公给买的。哦，你老公啊？谭菲菲故意拖着长音，显得阴阳怪气。宋雨欣立刻轻推了自己闺女一把。谭菲菲撇撇嘴，自顾自地哼着歌。好在尴尬的气氛没持续多久，宋月如和唐景松就来了。月如、景松来这么早？宋月如打着招呼。菲菲，今年回来的挺早啊。干嘛？不想让我回来这么早啊？宋月如听得一怔，这孩子跟你大姑说话还没大没小的，不理他。宋雨欣连忙打着圆场。明海呢？怎么没来？他今天公司里有事情，太忙了，等忙完再过来。等几人落座后，看到诺诺坐在椅子上，用一种怯怯的眼神偷看宋月如的时候，他不禁笑起来道，你们是不是有段时间没见面了？我看诺诺这丫头怎么都认生了开始。所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宋月如表情略显不自然，没有说话。唐仲威也没吭声。我查到了，我查到了。宋雨欣立刻呵斥道，你这丫头又发什么疯，大呼小叫的？谭菲菲嘿嘿一笑，瞄了唐仲威一眼，然后道，我知道刚才门口那辆车是谁的了，一个大富豪哦。唐仲威心里咯噔一下。宋月如好奇地问，什么车？宋雨欣连忙道，没什么，就是门口停了一辆豪车，这丫头比较好奇谁那么有钱而已。哎呀，先吃点垫垫肚子。菲菲，把你手机放下吃饭，这么多菜堵不住你的嘴啊。谭菲菲不高兴地撅着嘴，勉为其难地坐下了。哼，看我一会怎么把这事给你挑明了，看他们以后还会不会拿你来教育我。他的行为让唐仲威如坐针毡，别说吃饭了，连头都不敢抬。宋月如也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，但他不好多问。吃完了饭，两家人来到饭店门口等出租车。这时候谭菲菲眼珠子一转，对诺诺笑眯眯的道，你爸爸什么时候来接你啊？诺诺摇摇头，天真的道，不知道呀。他平时也天天开车送你们出门吗？唐仲威听得心头一跳，看着谭菲菲欲言又止。谭菲菲故意装作没看到他的眼神，对着旁边的唐景松道，姨父，微微姐现在生活条件可以啊，天天车接车送的，看来我姐夫很能干，发大财了。唐景松听得脸都黑了，他发个屁的财，欠了一屁股账啊！不会吧？谭菲菲做出一脸惊讶的表情道，今天我明明看到姐夫开着豪车。菲菲，宋雨欣从旁边过来倒了他一下道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不是跟你说看错了吗？我哪看错了，是诺诺自己说的，管那人叫爸爸，不信你问他。你菲菲，你说什么豪车？你都看见什么了？唐景松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谭菲菲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看看宋雨欣，又看看唐仲威道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说了，可能真是看错了，听错了吧，当我没说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其实……你别说话。唐景松沉着脸看着谭菲菲，你把话说清楚。谭菲菲又看看几人，做出一副犹豫的样子，然后才叹口气道，好吧，我和妈来饭店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薇薇姐从一辆劳斯莱斯上下来，本来也没多想，结果网上搜了下车牌号才知道，那辆车是咱们这里万顺地产老总的座驾。关键是诺诺说薇薇姐让他喊那人叫爸爸，我妈可能是怕你们误会，才不让我说的。当然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就是随口这么一说，可能开车的真是我姐夫。唐景松听得脸色铁青，浑身发抖，他猛地转头看向唐仲威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宋月如脸色也很难看，万顺地产的老总，宋月如没有忘记，
叶枫就是从万顺地产老总那借了200万给诺诺治病。当时他还奇怪，这么大公司的老总怎么会愿意借给叶枫钱？他根本还不起啊！现在他终于明白了。宋月如突然有点头晕，身子一晃，差点摔着，还好被宋雨欣扶住了。看着站在面前脸色铁青的父亲，唐仲威脸色同样苍白，慌张的道：“爸，你听我解释，那辆车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唐景松抬手就是2巴掌。